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幸福到万家赵丽颖的三观比五官还正，怪不得日子越过越好。幸福到万家最近在热播中，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越看越让人喜欢，她把何幸福演活了，怪不得郑晓东说她最适合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为她量身打造。何幸福为了供妹妹读书，中学都没上完。虽然她没有高学问，但是她所说的话太有道理，做事情让人钦佩，有一股虎劲，三观很正，很招人喜欢。01何幸福嫁到万家村，在婚礼上，书记的儿子名义上婚闹，实际上是对他的妹妹耍流氓。她的老公王庆来明明看到他的妹妹受到了欺负，站在门外不敢进去，畏畏缩缩，就怕得罪了书记的儿子。何幸福一气之下直接砸了他的脑袋，鲜血直流。照着他的脾气，即使不是他的妹妹，遇见这样的事情也会毫不犹豫地砸过去。只要是对方做错了事情，他才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不畏惧对方的权势，不畏畏缩缩，有一股冲劲。王家人都觉得他做错了，婆婆还一直追问他为什么要追究到底，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幸福顶着巨大的压力，就要给妹妹讨回一个公道。她也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公平公正的对待，为了活着有骨气、有尊严，腰板能挺直。她几次为了给妹妹讨回公道去找书记，理直气壮的从不胆怯退缩，即使是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正是因为她的努力，书记也意识到自己儿子的问题，并宣传解除婚闹的陋习。她的努力和伸张正义的勇气，直接避免了以后万家村其他女子再遭受这样的屈辱。02何幸福的妹妹上了几年大学，有点瞧不起农村人，何幸福把她说了一顿。何幸福从来没有因为是农村人感觉到自卑，不会因为自己没钱没势力就矮对方一截，活得有自信有底气。何幸福的妹妹谈了一个城里的男朋友，给她送了一个项链。何幸福让她不要老是花男朋友的钱，不然会让男方瞧不起。她觉得不能在谈恋爱期间也要自尊自爱，不能让男方看低了。何幸福的妹妹上了大学，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考上了律师资格证。大学毕业几个月，她还没有找到工作，对未来非常气馁。何幸福觉得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她说没关系，没背景，使劲活着，不管将来过成啥样，只要努力过了都能对得起自己，问心无愧来到世间这一遭。没人过来说王家不要她这个媳妇，她的妈妈立刻让她回家。她根本不怕，理解婆家的做法，但是不会退缩，敢于承担离婚的后果。从刘亦菲到赵丽颖，85花争做最美村姑。前有赵盼儿就风尘闯进度，后有何幸福力抗婚闹陋俗。2022年，国产剧流行村妇之勇。邻里乡亲坐在院子里吃席，万家庄村支书的儿子万传家带头闹婚，撕烂了新娘妹妹何幸运的衣服。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一板凳砸过去为妹妹出气，却反被恶人告状，认为王家嫁进来的媳妇不守规矩，一桩亲事险遭退婚。看幸福到万家前4集，叨叨真是血压升高气到不行。到第5集，何幸福以一己之力说服万家庄移风易俗，公婆感慨媳妇厉害，幸福已经麻利张罗起建大棚批发有机蔬菜的业务，乡亲以及屏幕前的网友念叨庆来，可以啊，娶这样的媳妇，你们老王家祖上积德了。几集看下来，身上没有一丝娇气，笑起来与绯闻明显的何幸福赵丽颖，这次是真的借扶贫剧转型了。其实早些年，赵丽颖就被一些网友认为土气，相比在仙侠剧里演开挂的大女主，幸福到万家里的何幸福倒更接近于赵丽颖本来的样子，干练有主见，踏实致富，未雨绸缪。比起嫁的幸福，如今独美成了85花的新标签。
剧里大家盼着和幸福赶快离婚，剧外赵丽颖早已摆脱婚姻羁绊，开启事业新版图。从谁是凶手里的神秘医生，到开始推理吧中的病娇反派，赵丽颖通过多变的角色塑造，让自己逐渐远离曾经的明兰或花千骨。犹记得几年前，杨幂在文艺片《宝贝儿》里演护工，素面朝天，轴劲儿十足。从精致走向烟火气的85花们，会迎来自己事业的又一个巅峰期吗？接地气的乡村主旋律题材，幸福到万家以和幸福嫁入万家庄后，带领村民集体致富为主线，并将女性励志、女性成长等元素与扶贫题材结合在一起，从而呼应时代主旋律。但时代再快速发展，也总有人缘的不动，村民钱包鼓起来后，相关习俗却仍然处于落后地带。闹婚事件就为万家庄扯下了一层遮羞布，彻底将乡村的阴暗面暴露在观众面前。以万书记为代表的村支书代表了上层的官僚主义，他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后，不知不觉间打起了官腔，下面的人一紧跟其后，溜须拍马。上层的心安理得，反映了下层的愚昧无知。恰因如此，当万书记的儿子万传家被砸伤后，村民不问缘由，纷纷指责王庆来一家。王庆来的父母害怕得罪村支书，过不好日子，甚至亲自登门给万书记磕头下跪。导演郑晓龙曾在采访中提到过，《幸福到万家》作为现实题材作品，比较尖锐地反映一些农村旧风俗和新观念的矛盾，对于当下乡村有着比较真实的描写。时不时摆出官架子的村支书，背后嚼舌根、添油加醋的中年妇女，闹婚时只知道起哄看热闹的村民，畏首畏尾、见势就躲的窝囊男人，鲜活接地气的小人物展现出了乡村众生相。但骤然嫁入万家庄的何幸福看起来却与村民们格格不入，他的出现将原本平静如水的万家庄搅得天翻地覆，也为万家庄注入了生机。红夹袄、黑裤子，再搭配一双粗跟鞋，随手绑个低马尾，看瘦瘦小小的何幸福出门走那2步路，就知道是的稻乡土孩子。但比起普通村里人，何幸福文化不够，却很有见识，早早嗅到了城里人喜欢吃有机蔬菜的风口，有丈夫合计承包邻居的土地建大棚。遇事儿他是真不躲，敢和村书记叫板鸣不平，与批发商谈判收购价时双商在线，还把万传家对的说不出话来。依据你贵姓啊？我姓何。何幸福身上那股子不依不饶，令观众十足爱了。同时，作为宠妹狂魔的他，看见妹妹被欺负后，二话不说冲上前，短短几分钟就诠释出了对流氓的愤怒、砸伤人后的吃惊，以及对妹妹的心疼。从幸福到万家前几集来看，赵丽颖的演技是很在线的。但好演员也需要作品衬托，但愿剧情不拉胯，让村妇和幸福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心坎里。拼命三娘的古装仙侠剧之路。混迹娱乐圈多年，赵丽颖素有拼命三娘之称，全年365天，她有300多天都在拍戏。赵丽颖曾经说过，作为演员，我希望自己给观众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好的角色，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她的努力和作品也恰恰印证了这点。赵丽颖拍戏从不用替身，拍摄《宫锁沉香》时，她从马上坠落，后背至今仍有鼓包；拍《楚乔传》时，她在40多度的沙漠里摸爬滚打，产后5个月即宣布复出拍戏。农村姑娘的坚韧不拔，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前段时间，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播放量破2000亿，话题还冲上了热搜。从《陆贞传奇》一炮而红后，赵丽颖始终在古偶剧领域翻腾。她先后主演了《花千骨》《蜀山战记》《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剧集。彼时，流量加 IP 成功解锁了古装剧的密码，85花们也正赶上古偶剧大女主的巅峰时期。一部古偶剧动辄播放量破100亿，《花千骨》累计播放量200亿，《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累计播放量183.4亿，
楚乔传累计播放量 513.5 亿，位居古偶剧榜首。85花的女明星里，几乎人手都握有爆款作品。杨幂主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累计播放量450亿，唐嫣主演的《锦绣未央》累计播放量282.1亿，就连杨颖抠图瞪眼，几乎全程替身的孤芳不自赏播放量都达到了110亿。尽管古偶剧扛起了流量时代的大旗，但古偶同质化产品亦层出不穷。85花集体也成为了有颜值无作品的代表，遭到观众群嘲。85花刘亦菲梦话录颇受好评。从2018年开始，古偶剧逐渐开始走下坡路。香蜜沉沉烬如双播累计播放量突破150亿后，市场上大成本制作的古偶剧爆款男蜜倪妮主演的《天盛长歌》甚至因为收视率太低被停播处理，而现古岭的推出更是令古偶剧雪上加霜。2019年，广电总局推出现古岭，规定所有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每月以及年度播出古装剧总集数不得超过当月和当年黄金时段所有播出剧目总集数的 15%。 演技尴尬、剧情悬浮、甜宠大女主的古偶剧打法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环境了，因此85花转型迫在眉睫。古偶流量密码失灵，倒逼演员转型。85花面临的普遍困境是，一方面贸然跨出舒适区，转型并不容易成功，尤其从小屏幕走上大银幕时，剧式演技容易被吐槽为浮夸做作。另一方面，他们即使继续困在古偶里，观众很大概率不会买账。走出古偶后，杨幂尝试了国安题材，但她主演的《暴风眼》播放量仅有 6.7 亿，豆瓣 5.5 分。今年待播剧有甜宠剧《爱的28定律》、医疗剧《谢谢你医生》，只不过杨幂能否通过这两部口碑逆袭，尚未可知。刘诗诗则向都市现实题材靠拢，她选择的方向没错，但她和朱一龙主演的《亲爱的自己》播放量 53.6 亿，豆瓣 5.9。与倪妮主演的《流金岁月》播放量52亿，豆瓣 6.5 分。观众只记住了两人的美艳不可方物，而待播剧《一念关山》狐妖小红娘竹叶篇仍然是古偶剧。赵丽颖复出后的第一部戏《有匪》，豆瓣 5.6 分。昔日的古装收视女王也没能为这部古偶剧挽尊，她本人甚至发微博暗讽剧本魔改。杨幂主演的《狐珠夫人》播放量30亿，豆瓣 4.8 分。唐嫣主演的《烟云台》播放量 18.3 亿，豆瓣 4.3 分。流量85花纷纷在自己最擅长的古偶剧领域折戟。许是有匪给赵丽颖敲响了警钟。有匪之后，赵丽颖不断尝试拓宽自己的戏路。她主演的悬疑短剧《谁是凶手》是爱奇艺第2季迷雾剧场里热度最高的作品。除此之外，赵丽颖还尝试了主旋律题材。她在年代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第16集饰演畲族姑娘雷金玉，在乡村剧《幸福到万家》饰演何幸福。待播剧中，商战题材的《野蛮生长》主打女性创业励志，古装剧《与凤行》则解锁了监制身份。至于这些剧集能否经得起市场检验，还需看上映后的反响。近年来，相比于全靠颜值撑起的悬浮古偶剧，观众更倾向于接地气的现实题材主义作品，比如《人世间》《山海情》《觉醒年代》等兼具时代与史诗感的年代大剧。倘若赵丽颖通过《幸福到万家》转型成功，或许会向年代剧方向靠拢。赵丽颖在星空演讲上说过：“别让我抓住机会，一旦有，我一定会拼命地抓住。”这也恰恰是她不断在剧集领域突破自己的真实写照。从农村出身到饰演农村女孩，赵丽颖似乎通过《幸福到万家》回到了最初奋斗的起点。辗转多年后，首次尝试扮演村姑的赵丽颖，也许终会返璞归真。勇敢者赵丽颖，这次真的为自己活了一次。6月底，《幸福到万家》开播，冷寂已久的影视圈又迎来爆款，刚开播热度登顶第一。《幸福到万家》原著小说是陈元彬的《秋菊传奇》，导演郑晓龙，
编剧赵东陵都有口碑和热度的作品。倔强要说法的农村妇女，赵东陵是业内知名编剧，代表作有《红高粱》和《安居》。而郑晓龙导演的《渴望》《四世同堂》，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金婚各个名头都响，尤其擅长女性题材，《后宫甄嬛传》《芈月传》都是名片。追评4集，被赵丽颖的演绎触动到了。何幸福衣着朴素，不施粉黛，很少穿鲜亮的颜色，但是却恰如其分地显露了她的另一面，那种率直、利落、有韧劲儿，更要有一股子从小就当家做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利索范儿。赵丽颖的人物细节拿捏很到位，仅一个开篇婚闹，敢想敢干有倔劲儿的幸福就活了。熟悉赵丽颖本人故事的人都知道她骨子里的倔强，她的故事我们之前也有写过，但是如何把赵丽颖和何幸福合二为一，看得出来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现实题材不好拍，考验的是编剧和导演的水平，他需要真正的见识与经历，场景、台词、人物性格都要接地气，都要真实，否则经不起考验，也会沦为四不像。幸运的是，幸福到万家还是稳稳地拿捏住了这些东西，把普通人的命运切开一个真实的横切面，尤其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有个性的农村女子和幸福。所以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一位一定要争个理儿的何幸福是如何在一开始就牢牢地抓住观众心的呢？电视剧取景自皖南农村，这里叫万家庄。我喜欢电视剧开篇几个悠长又紧凑的镜头，直接告诉我们他的故事发生于广袤天地间，烟火气袅袅升起，田野辽阔，人心热腾。他要讲的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它就发生在你我他之间。她是家中长姐，在很小的时候就要负担妹妹的学业，初中毕业便开始打工赚钱。娘家墙上有幸福参加省级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奖状，曾是学霸又没有机会走进大学，更让人惋惜。在他20多年经历的人生中，未曾见识过更广阔的世界，更谈不上什么理想。如果没有发生后面的故事，他们只是千朵万朵为了生存而认真努力的小花，坚韧是坚韧，但完全不会引人注目。和万家庄祖祖辈辈的女人一样，她们可能为了家庭、亲人、爱人需要做出牺牲，早早进入社会，根本谈不上受高等教育、追求梦想等人生规划。责任压在她们身上，养家、照顾弟弟妹妹，等结了婚，就要开始相夫教子，伺候公婆，再加上做饭、农活、家务，生活奔波忙碌。剧中何幸福的小姑子有不错的职业，赚钱也挺多，可她的钱都被拿来补贴家用了，要么给哥哥办喜宴，要么就给弟弟找媳妇。妹妹憧憬着以后要读研究生，要脱离农村，去大城市有所作为。在姐姐看来，农村就挺好，做人不能忘本。妹妹嫌弃着早早结婚生孩子的人生多么无聊和绝望，在何幸福听来，这就是他马上要全盘接受的人生。可是他没多想，他心里落寞，可又不知道这落寞是由何处而起。他只相信实干出奇迹，正如赵丽颖自己说的，她在饰演何幸福时要走路带风，因为生活的重担由不得女孩们可以慢下来，她们必须时刻提着气，干着活，时刻去帮别人解决问题，时刻谋划着生计与生存。而剧中何幸福的婆婆，短短几句话也道出了女性境遇的辛酸与无奈。她们或许也曾叛逆而自我，但后来被生活磨平棱角，硬抗又能怎样？没有好日子过啊！有了这样的大环境，又是一个懂事忍让的好女孩，让我们不禁好奇，何幸福怎么在这种密密麻麻的世俗规矩中突围而出？她到底凭什么能让作家为她写出一篇小说？她身上有哪样的能量点亮了这迷雾般人生里的点点星火呢？说起来，中国自古有婚闹的传统，李安的《喜宴》里就浓墨重彩地描写过婚闹，
况且还是发生在国外的留学生群体中，这正说明这个传统有多么根深蒂固，似乎已经融入了几千年来华人的血液。在幸福到万家里就出现了婚闹，这大概也是农村喜宴的保留节目，只不过带头闹的是村书记的儿子万传家，而被闹的就是何幸福的亲妹妹。说是婚闹，实际上是打着婚闹的幌子进行的猥亵与侵犯，很多网友也是在看到这一幕时觉得气死了。更气人的是，村里人对此见怪不怪，没有人觉得这样不好。村民说让他们闹呗，越闹越喜。连婆婆都说人家来闹是给咱们面子。可何幸福不认这个理，为了救妹妹，踹门砸人，一顿猛操作，把村书记的儿子给开瓢了。打伤贵公子还不算，事后何幸福还非要说这不是婚闹，这是耍流氓，要让书记儿子给妹妹道歉，要给个说法。这个要说法一出，几乎是全村震惊。何幸福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要书记儿子道歉的压力，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周围那潜移默化但又是铁桶一块的观念固化。观念的差异最难填平，也是最难逾越的鸿沟。是啊，所有人都在议论他，都劝他算了，别要说法了，别不识时务了，家家都这样，怎么你就非要不一样呢？可何幸福就认准了自己的道理，他说书记的儿子又怎么了？书记的儿子就可以耍流氓吗？表面上看，何幸福在和公婆、丈夫、书记等人对抗，实际上何幸福是在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村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破旧思想。他看起来柔柔弱弱，但内心却生猛得很。他不怕，更不怯。别人能受的委屈，别人认的理，他不能受，也不认。不认这个理，说起来轻飘飘的，但真正做起来是难上加难的事情。要知道，一个人相信公平正义并不难，但是难的是他真正把这些刻到了心里，而愿意真的去实践它，并且不惜付出代价。这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让坏人害怕的力量。何幸福的字典里也没有顺服，甚至在万家庄的众人们看来，有点不安分守己。剧中有一个细节，那就是何幸福的婆婆问她：“你这么闹，到底图什么？”是啊，对于万家庄里的人来说，或者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做事情总要为点什么，要么图钱，要么图人，要么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哪怕是为了一块田、一头牛，大家也能理解。可何幸福什么也不图，只为一个理，这是所有人不能理解的事情。所以何幸福在他们眼里是个怪女人。在万家庄，人人都怕书记、敬书记，而他不觉得低人一等，他认为大家都是平等的，有错就道歉，因此赶上门和村书记面对面硬刚，哪怕这个书记影响着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无论是婆婆也好，亲妈也好，大家都以一种过来人的身份为何幸福讲道理，企图把那些延续了很多年的规矩再度移植到她身上，说服她要顺服。何幸福的婆婆教育她，女人不都为了这个家活着吗？你的任务是培养孩子，等孩子出息了，好坏对错就都轮着你说了。在万家庄，一个女人该活成什么样，她应该有怎样的思想，怎样的行为，早有人帮你定义好。在这个村里，没有绝对的好人，当然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大家虽然都本性向善，但做人做事都为着自己，有着自己的小九九。正如婆婆说的，黑黑白白的，哪能分得那么清？他们有着一整套属于自己的行事准则，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而何幸福是万家庄的一个异类，他不认为这些规矩是对的，不满足于逆来顺受的生活，也不认同千百年来对于女性的定义，他非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怪人可能在村里并不受欢迎，但是正因为不服旧式规矩，才有了突破新的人生的可能，不是吗？何幸福的勇敢无畏，让他拥有了很多敢的可能。
网友叫他敢姐，也是名副其实。敢拿起凳子来抡书记儿子，这不就是敢姐吗？还有一个小细节，何幸福和万书记要说法，闹来闹去，丈夫不理解，险些要离婚。而何幸福并没有太多的挣扎，哪怕离婚也要讨说法。剧中故事时间设定是在2009年，要知道那时候离婚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对女孩来说都是一件大事，而何幸福并没有觉得这是天塌下来的事。她很坦荡，亦很泰然，因为她深知自己没错，离婚更不是不能面对的事情。这种勇敢，这种不顾一切为自己相信的真理奋斗的精神，让何幸福充满力量，慢慢地也让周围的人震动。公公说这个媳妇不好管，婆婆倒说我觉得她挺好，她敢出头，敢说话。从后面的预告来看，也许出头并非是坏事。我们看到后来何幸福也受过不少罪，她生孩子难产，村委征用她家的地也存在不公，何幸福在万家庄混不下去，去城市里工作受尽苦楚，然而百般艰难何幸福依旧安然度过。支撑她走过一个又一个坎儿的，就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勇气。她总是有能力在一片茫然中，用自己的血肉身躯为自己趟一条路出来。说到底，这份勇气就是为自己的人生兜底的实力，也是面对困难的从容。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好好活，使劲活，这是给自己的强心针，更是他一直以来能在百般困难中依旧活得好的原因所在。我觉得这部剧最重要的意义是展示了普通人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能量去改变命运，倔强、好强、不驯服，而且付诸于实干。正是这些统领在我不认这个理这6个字后面，这原本无望的人生充满了突破的可能。何幸福的人生属于 Heart 模式，我们能体会到她的困难处境，正如妹妹也曾愤懑地说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凤凰。说到底，这个世界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她的出生和成长，物质不充分，四面都是被人情世故和世俗规矩所树立起的高墙，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更是最大的难题。何幸福不易，妹妹不易，婆婆、亲妈都不易，她们都是这种制度与观念之下苦苦求生活的女人。然而，越是困难，我们越能在何幸福的人生中品味出那种决然的、奋不顾身的动人美感。生下来就是凤凰的人，达到成功或许真的容易些，可生下来就是小野花小野草的人，若是能突破观念的藩篱，达到成功，那便是一个人壮丽的史诗。在密密麻麻的禁锢中，何幸福没有靠任何人，而是靠自己，一点点跳跃，一点点突破，慢慢地走出沼泽，走到一片更美的开阔地，这是他的不平凡之处。他要战胜的东西有很多，可神奇的是，他最终真的战胜了。在某种意义上说，看懂了何幸福，也就看懂了普通人一路奋斗为生活打拼，走过了怎样不凡的路。那就是我不服，我不认。细细想来，不正是许许多多像何幸福一样的女人，用自己生命的能量，艰难地撕开了一个小口子，才慢慢地改变了那些陈旧而顽固的老规矩吗？是的，我们在何幸福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动人的特质，有勇敢，有坚韧，也有坚持不懈的恒心，正义与善良的光辉。可我们最终看到的是相信自己。